诸位乡亲，如果你是民国62年，也就是公元1973年出生的，今天这支影片，你就算推掉所有的应酬，放下手边所有的活，也必须给我静下心来，从头到尾看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今年刚好跨入53岁这个人生最关键的十字路口。很多1973年出生的乡亲跑来找我，一坐下来就咳声叹气，说自己这辈子就像一头老黄牛，从小苦到大，为父母扛，为兄弟姊妹扛，结了婚为老婆孩子扛，到了现在年过半百，50有3了，每天早上醒来只觉得全身骨头都在痛，看着存折里的数字，再看看镜子里自己长出的白头发，心里忍不住会问苍天，我这辈子这么善良，这么斗命，难道注定就是个歹命？难道我这头牛就注定要劳碌一生，直到倒在田里为止吗？你仔细去想，1973年是什么年？在天干地支里面，这一年叫做癸丑年。癸在五行里面属水，是天上降下来的甘霖，是至阴至柔却又无孔不入的活水。丑是什么？丑对应的生肖是牛，但在五行里，丑是湿土，更是金库。水牛命，水生万物，你天生就是来滋养这个世界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心太软，看不得别人受苦，别人拜托你一件事情，你就算自己不睡觉也要帮人家办到。好，你以为这是你傻？不，这是你命格里自带的慈悲心肠。但你错就错在你只知道自己是水牛，却不知道你在纳音五行里面叫做商仄木命。什么是商仄木？你去查古书，桑树跟仄树，那是古代帝王用来制作神臂弓，制作最顶级武器的木材。这种木头生长极度缓慢，它不是那种路边随便长长就很高大的野草，它是要在悬崖峭壁上经历几十年的风吹日晒雨淋雷劈，把木质纤维压缩到极致，最后才能坚韧无比，刀砍不断，斧劈不开。注意听好了，为什么我说53岁是你的生死大关，同时也是你最大的报复转机？易经里面讲波极而复，任何事情到了极点就一定会反转。60年一甲子，你现在走到了53岁，这个数字在易理中非常奥妙，你身上的商仄木已经彻底成材了，那把神臂弓已经拉到了最满的状态。很多62年次的乡亲这2年身体开始出现奇奇怪怪的毛病，特别是半夜1到3点，常常莫名其妙就醒过来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里莫名的感到焦虑恐慌，觉得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，或者觉得人生是不是就这样走到尽头了，跑去医院检查，西医跟你说这叫自律神经失调，叫你吃安眠药吃镇定剂。我告诉你，西医那是在乱搞，吃那些药只会把你原本要爆发的气场给压死。半夜1点到3点是什么时辰？是丑时，是你本命的时辰。你在这个时间醒来根本不是病，那是因为你体内的气血，你的生命磁场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惊蛰。从53岁开始，你不再是那头只能低头吃草任人抽打的老黄牛，你是要抬起头来，要化作天上的青龙。你前半生所有的吃亏都会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连本带利的还给你，你前半生结下的善缘都会在53岁之后化作你命中最强大的贵人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宇宙运行的铁律。但是这扇金库的大门虽然开了，如果你还带着前半生那种苦情凡事自己扛的穷人心态，你是接不住这泼天的富贵的，甚至会被这股强大的气流给反伤。这就是为什么说是生死劫，想要在53岁顺利接住老天爷补偿给你的大福报，你首先要改掉的第一个致命坏习惯，就是你那可笑的老好人与单打独斗的毛病。你的贵人早就已经在身边等你了，只是你一直瞎了眼没看见。很多1973年的乡亲听到这里，心里可能在犯嘀咕，你说我53岁大关一过，金库大门就要打开，可是我现在每天在公司在工厂在店里还不是忙得像条狗一样，连坐下来好好喝口热茶的时间都没有。你说的贵人到底在哪里？老天爷给我的运气到底在哪里？我听了就一肚子火，这就是我最恨铁不成钢的地方。你们这些属牛的最大的死穴就是2个字，铁齿加上劳碌病。你以为你还在20几岁30几岁在那边唱爱才会赢啊？你已经53岁了，你还以为这个世界是靠你一个人流血流汗
闷着头干就能打天下了吗？很多乡亲就是太老实，凡事自己扛，员工做不好，你捡起来自己做，晚辈出差错，你跳下去帮忙擦屁股，伴侣抱怨2句，你干脆自己把家事全包了。你总觉得，哎呀，交给别人我不放心啊，不如我自己来比较快。结果呢，扛到53岁，腰骨都要闪了。每天晚上睡觉翻身都困难，早上起床还要先坐在床边喘2口气。你顾腰子、顾肝都来不及了，你还有那个命去顾你的金库吗？听懂了吗？你这叫庸人自扰，这就是不懂阴阳。易经里面讲阴阳，讲的就是一个平衡，一个借力，阳极生阴，阴极生阳。你前半生把劳作这个阳面发挥到了极致，到了53岁这个天命的转折点，你必须要学会进，学会退，学会把舞台让给别人。你不退下来，你的贵人怎么有空间站上来？你不把双手空出来，你怎么去接老天爷掉下的馅饼？我们从八字五行来拆解，你是癸丑年的伤浙木命，这颗木头前半生扎根在丑土湿土里面，癸水雨露之水一直在滋润你，所以你底子打得很厚实，你的专业能力，你做人处事的口碑绝对是没话说的，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人靠谱。但是木头要成材，要能被世人看见它的价值，它需要什么？它需要金来雕刻，需要火来照亮。你在53岁之前一直把自己当成一块原木，在那边硬撞硬顶。现在你53岁了，你的气场成熟了，你要开始寻找那些能帮你加工、帮你发光的贵人，而这些贵人早就已经在你的身边转悠了，是你那双被眼屎糊住的眼睛没看到。前几年有一个在彰化开五金加工厂的乡亲，也是1973年属牛的，他来找我，那脸色黑得跟锅底一样，整个人瘦巴巴的。他跟我说，我这间厂开了快20年，订单其实都不错，但我就是赚不到什么大钱，而且我最近检查出来肝指数飙高，医生说要我多休息。可是工厂上上下下几十个人，进料我要看，出货我要点，连厕所水管破了都是我去修，我怎么休息啊？这是不是我的厂房风水有问题？我一拍桌子，直接骂他，风水个屁，是你脑袋有问题。我跟他说，你属牛，你就是那头拉车的牛，你明明可以请个车夫来帮你驾车，你偏偏要把车夫赶走，自己把绳子套在脖子上，一边拉车还要一边看路，你不死谁死？这就是1973年属牛人的通病，严重的控制欲与不信任感。我当时就教他，回去之后立刻提拔厂里一个年轻的业务经理，把接单和对外沟通的事情全部放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了那个年轻人的八字，他是属鼠的。诸位乡亲，请你把这2个字死死的刻在脑子里。六合在12生肖里面，子丑合化土，子就是鼠，丑就是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老鼠是12生肖里最聪明、最机灵、最懂得钻营和变通的动物，它五行属水。而你是最踏实、最稳重、最有执行力的牛，五行属土。水能生木，你的伤浙木；土能载木，你们2个凑在一起，那就是天作之合。属牛的人讲话直来直往，不会弯弯绕绕，出去应酬常常得罪人都不自知。这时候你需要谁？你需要一个属的，或者性格像老鼠一样灵活的人，去帮你做公关，去帮你挡酒，去帮你跟那些牛鬼蛇神打交道。你只要稳坐中军帐，把控质量和核心技术就好了。后来那个彰化的老板照我的话去做，刚开始他痛苦的要命，看那个属的经理做事，这也不顺眼，那也不顺眼。好，几次差点忍不住又要自己跳下去做，我打电话去骂他，你给我把手绑起来，咬着牙也要忍住。半年后奇迹发生了，那个属的经理利用他灵活的交际手腕，硬是帮工厂谈下了2张外销欧洲的大单，利润是以前的整整3倍。而这个老板呢，他现在每天早上泡茶浇花，下午去打高尔夫，肝指数早就降下来了。他跟我说，原来赚钱可以这么轻松，这就叫做借天地的力。除了属的贵人，你53岁之后还要特别留意与木和火相关的行业与人脉。如果你现在在公司里是个中高阶主管，或者你打算在53岁之后开启人生的第2春，做点小投资，记住你的本命是伤浙木，木遇火则明，这叫木火通明之象。什么是木的行业？文化、教育、出版、农林渔牧、健康养生，像我们中医也是属木。什么是火的行业？
餐饮、照明、能源、网络科技、美学设计。如果你能将你这52年来累积的传统经验，也就是土结合木与火的创新思维，那你的事业将会迎来核爆级的增长。比如说，你原本是做传统餐饮的，这属火，你每天在厨房里炒菜炒到50几间，53岁以后，你不要再自己炒了，你要去收徒弟，你要把你的食谱标准化，这属于木的传承。你要找懂得搞网络营销的年轻人，也就是火的传播来帮你推广。你要从一个匠人升级成为一个掌舵者。你的贵人可能就是你身边那个常常提出奇怪点子、被你骂不切实际的年轻下属。你的贵人也可能是在某次你原本不想去的校友会上，一个跟你聊得来的跨领域老同学，从今天开始把你的心胸打开，不要再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不要再觉得别人做事都不如我。老天爷在53岁给你开的这扇金库大门，门口是需要人帮你守着的，里面的金条是需要人帮你搬的。你一个人2只手，你能搬几块？累死你也搬不完。学会信任，学会放权，学会看懂每个人身上的五行价值，把你身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，让他们去为你冲锋陷阵。这才是1973年水牛命在53岁之天命之年真正该有的智慧与格局，懂得借力，你53岁之后的格局才会打开。但是光会赚钱没有用啊！很多1973年出生的水牛，前半生不是没有赚过钱，很多人其实手边曾经攒下过一笔不小的数目，结果呢，到了50岁上下，一个判断失误，或者被人忽悠2句，扑通一声，几百上千万的老本全掉进水里，连个响声都听不到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有财无库，或者叫库门大，开防不了贼。我前面说过，你的本命地支是丑，丑在五行里是湿土，更是义理中的金库，你天生自带财库。而且这个财库在53岁这一年受到岁气流转的冲击，大门正在轰隆隆的为你敞开。但是你仔细用大脑想一想，一个装满黄金的保险箱，大门突然打开了，第一时间围上来的会是谁？会是那些看见金光就眼红的豺狼虎豹啊？你以为财运来了就天下太平了？错，53岁之后，你面临的诱惑，你遇到的骗局，会比你前半生加起来还要多。而且这些陷阱包装的极度漂亮，专门针对你们这些手里有点闲钱，又渴望在晚年多赚一点给儿孙留底的长辈。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必须给所有1973年的乡亲立下死规矩：53岁之后，你的商这木要想稳稳的遇水生财，不被连根拔起，你必须严格遵守3不碰与1必抓。这3条底线你敢越过一条，神仙下凡都救不了你的棺材本。第一，不碰，绝对不碰虚空无根之财。什么叫虚空无根？外面那些什么虚拟货币，什么海外资金盘，通讯软件群组里每天早晚跟你请安的理财导师报的标股，这些全部都是无根之水。你们这些属牛的乡亲啊，有时候真的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。你一辈子在工厂做黑手，在菜市场卖菜，在公司里当主管，你赚的每一块钱都是流汗换来的实体财。结果到了50几岁，突然听隔壁老王说买了什么币，买了什么科技概念股，一个月赚了30万。你眼红了，你心急了，你想说，哎呀，我辛苦一辈子，也该让我轻松赚一次了吧。这就是你最致命的贪念。你一贪，你的命格就破了。前阵子一个住在高雄左营的原主，刚好就是1973年的跑来找我的时候，一个大男人在我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他原本在造船厂做大半辈子，存了800多万的退休金，结果去年在网络上加了一个什么投资名师的群主，天天看人家发获利截图，被群里面的暗装一洗脑，把800万全砸进去一个听都没听过的投资平台。现在呢，平台关闭，联络人消失，800万血本无归，连老婆都要跟他离婚。我指着他鼻子骂，你属牛的，牛角不踩在泥土上，你跑到半空中去抓云彩，你这不是找死是什么？商这木要生长，必须扎根在厚实的泥土里。那些看不见摸不着搞不懂的金融衍生品，那是属风的属火的，你一块木头跑进火里，直接把你烧成灰烬。理财专员跟你说保证获利 20%， 放屁。连华尔街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财团都在赔钱。他如果有这种稳赚不赔的好康，他自己早就去借高利贷来压身家了，还会打电话求你买，
记住我的话，只要是你看不懂的，标榜快速致富的，一律当作是诈骗，这叫不碰虚空之财。第二，不碰，绝对不碰人情牵扯之债，这点我讲的再重，很多人还是听不进去。1973年的水牛最大的弱点就是心肠太软，太重感情。你53岁了，事业可能有点小成，身边开始有一些亲戚朋友来找你周转，说什么生意失败需要过难关，说什么孩子出国留学差一点保证金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坐在你家客厅，你那该死的慈悲心一发作，想着哎呀都是亲兄弟老同学，能帮就帮一把吧，然后就把准备养老的钱借出去了。结果呢，这笔钱就像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，你去讨债，对方比你还凶，说你越有钱越小气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最后钱没了，连亲戚朋友也做不成了，连过年都不能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。诸位乡亲，易经叫我们蒙以养正，帮助别人要有智慧，没有智慧的慈悲叫做愚痴。你现在53岁，你的体力在走下坡，这笔钱是你的保命钱，是你未来看病养老不拖累儿女的底气。你借给别人，万一你自己倒下了，谁来救你？那些跟你借钱的人会来床前伺候你吗？别傻了，记住铁律，53岁之后，你的钱除了留给自己跟配偶养老，就是投资在子女的正当教育与成家立业上，其他外人的借贷一律装穷、装病、装死。如果真的抹不开面子，就给个几千块、1万块，当做救急不救穷的红包，白送给他，但绝对不借大钱。你的财库是用来养命的，不是用来当别人的提款机的，这叫不碰人情之债。第三，不碰，绝对不碰扩张透支之局。很多自己当老板的乡亲，53岁开始走大运，订单真的像雪片一样飞来，这时候野心就膨胀了，想说趁着运气好，去银行贷款，扩建厂房，多开3家分店，准备搞一波大的。听，马上给我踩刹车！你以为你还30岁吗？扩张需要什么？需要极度强大的心力、体力与管理能力。你53岁的桑遮木气已经趋于稳重，不再是那种可以随便乱窜的藤蔓了。你盲目扩张，等于把已经稳固的树根强行拔起来，重新种到未知的土壤里。一旦遇到大环境经济的风吹草动，你资金链一断，几十年的心血瞬间崩盘。老天爷给你开财库，是让你稳稳的收成，不是让你去赌身家。53岁之后做生意，要求精不求大，要把利润率提高，而不是把规模盲目撑大，稳扎稳打，一步一脚印，才是你们水牛的本分。讲完了这要命的3不碰，接下来这个1必抓，就是你53岁财库大开之后，真正能够帮你把财富锁住，甚至传承给子孙的定海神针，那就是死死抓牢脚踏实地的不动产与实体资产。前面讲过，你是水牛，本命地支是丑土，土能生金，土也能培木。你要让你的桑遮木长盛不衰，你要让你的财富不断增值，你赚来的现金绝对不能只放在银行里贬值，更不能拿去炒股，你必须把它变成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实体资产。什么叫实体资产？在台湾这块土地上，最适合你们1973年水牛的，就是买房买地，有土斯有财。这句话对你们来说是绝对的真理，但是买房也有风水禁忌，不是随便乱买的。很多乡亲赚了钱，听信那些建商的广告，跑去买什么30楼、40楼的景观豪宅，每天在云端上看风景，以为自己是皇帝。我告诉你，大错特错。你是水牛，你是土命里长出来的木，你住到几十层楼高的地方，那你只有风煞，没有地气，你的根都悬在半空中了，你怎么吸收大地的滋养？你住那种高楼层的房子，我敢保证不出3年，不是你心脏出问题，就是你老婆神经衰弱，家里人天天吵架。53岁以后要买房保值兼自住，首选是什么？首选是透天口，最好是1楼有块小空地、小庭院，可以让你种花草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脚踩的每一寸土地都在为你的本命补充土气。你在院子里种植那些绿色植物，木气相投，那就是在催旺你自己的桑遮木命格。如果预算不够买透天，只能买大楼怎么办？听好建议，绝对不要买超过10楼以上的楼层，买低楼层，特别是那些看得到中庭树木的楼层。你要让自己的磁场随时能够跟大地的五行之气产生连结，
除了买房买地，如果你手边的资金没有那么庞大，那就去买实体黄金，或者去买最保守的实体储蓄型商品。总而言之，53岁以后，你的理财动作只有一个字：长。易经说，君子胀气于身，待时而动。你把赚来的流动资金转化为实体的房产、土地或黄金，深深的藏进你的丑土金库里，任凭外面金融市场怎么狂风暴雨，通货膨胀怎么肆虐，你都稳如泰山。而且这种带有土气的资产，未来还能福泽你的子孙，让你的家道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，这才是真正懂阴阳、懂义理的智慧。但是诸位乡亲啊，钱财终究是身外之物，财库大开固然是好事，可是我看了太多1973年的元主，好不容易熬到了53岁，钱也赚到了，房子也换了，结果呢，人却躺在病床上，插着管子，看着别人花他的钱，住他的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在53岁这一年，与财库大开相伴随而来的，往往是健康大劫。你以为你只是最近比较容易累，消化不良，肚子胀气，我告诉你，那是你的脾胃在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。如果连命都玩掉了，你有再多的钱，也不过是一叠废纸。我们算命看八字，讲易经，最怕看到什么？最怕看到财多身子弱。你今年53岁，财库的大门轰隆隆的打开了，庞大的能量灌进来，你的身体如果像一栋年久失修的海沙屋，你承受得住吗？你承受不住。很多属牛的乡亲，就是在53岁这一年，钱刚进口袋，人就倒下去了。中风的、心肌梗塞的，突然查出什么恶性肿瘤的，比比皆是。然后你跑去医院，西医看着你的报告跟你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年纪啦，新陈代谢变慢啦，你有三高，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啦，这辈子都要吃药控制我。我听了就一肚子火。西医跟你说吃药控制三高，那叫治标不治本，根本是在乱搞。他们只看得到你血管里的指数，却看不到你身体里面的五行生克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今天我要用《黄帝内经》最核心的智慧，揭开西医永远不会告诉你的健康真相。你听懂了，这叫保命。你听不懂继续铁齿，那你就是在拿命开玩笑。我们先从你的八字本命来看，1973年是癸丑年，生肖属牛，在五行里面，丑是什么？丑是土，而且是带着水气的湿土。而在中医《黄帝内经》里，五脏六腑对应五行，土主管的是什么？土主脾胃，这就是你们这群1973年水牛命的生死大穴，脾胃。你再去看看你的纳音五行，你是伤者木命，五行相克里面最基本的一条法则叫什么？木克土。诸位乡亲啊，你仔细体会一下这个天机。你本命是一颗强悍无比的伤者木，而这颗木头生长在哪里？生长在你的丑土脾胃之上。在你年轻的时候，木头还小，你的脾胃还算强健，所以你觉得自己像铁打的一样。你为了应酬，三更半夜还在吃热炒，喝冰啤酒。你为了赶工，一个便当5分钟就扒下肚，你觉得没事，对不对？现在你53岁了，你这棵桑葚木已经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，它的根系无比庞大，死死地抓着你的脾胃土。偏偏你过去这50几年，因为生活压力，因为凡事自己扛的劳碌命，你心里积压了多少委屈，多少怒气。中医讲怒伤肝，肝属木，你每一次的生气，每一次的焦虑，每一次的恨铁不成钢，都在不断的把你的肝木吹得越来越旺盛。当肝木旺盛到了极点，他会去欺负谁？他第一个就去欺负脾胃，这在中医里叫做肝木乘脾土。所以很多1973年的乡亲跨过53岁这个门槛后，最明显的症状不是别的，就是你的消化系统全面崩溃。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肚子胀气，好像有一口气堵在胸口下不去？你是不是吃一点东西就胃食道逆流，火烧心烧了整晚睡不着？你是不是大便总是不成形，或者便秘跟拉肚子交替出现？你是不是每天早上醒来觉得嘴巴里又苦又黏，全身沉重的像绑了沙袋一样？西医跟你说这是胃溃疡，这是肠燥症，给你开一堆制酸剂、消炎药。我告诉你，你大错特错，你这根本不是肠胃生病，是你长期被压抑的情绪肝木正在疯狂的攻击你的生命之源脾土。更可怕的是，你本命是癸丑，癸是水，丑是冬天的土，也就是农历12月。你先天体质就是寒湿偏重，
结果你现在怎么糟蹋自己？大热天你灌冰水，喝手摇饮，吃生菜色拉说要减肥，甚至有人听信偏方，每天早上空腹喝一大杯冰精力汤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53岁的脾胃已经因为木克土而虚弱不堪了，它就像是一个本来火就不大的炉灶，你现在还拿一桶冰水哗一声直接浇进去，你这是在把你的丑土金库变成一个冻死人的冰库啊，真是不怕事。脾胃是后天之本，是气血生化之源，脾胃一寒，运化功能停摆，你吃进去的营养全部变成中医说的痰湿和浊气，这些垃圾堵在你的血管里，西医就叫它高血脂，堵在你的胰脏就叫高血糖。为了把这些粘稠的垃圾推动，你的心脏必须加倍用力，这就叫高血压，听懂了吗？这就是你三高的真相，根本不是你吃太好，而是你的脾胃虚寒，代谢不掉。你跑去吃西药降血压、降血糖，那些西药大部分都是寒凉之性，你吃越多，你的脾胃越寒，最后你的肾脏裤腰子也跟着报废，只能去洗肾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我看了无数1973年病患总结出来的血泪教训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只能等死吗？当然不是。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，有死穴就一定有生门。今天这里给你开出专属于1973年商祚木命的保命7日守则与磁场调和法，不用花你半毛钱去买什么直销保健食品，只要你乖乖照做7天，你就会感觉到身体那个沉重的沙袋被拿掉了。第一，绝对戒断一切生冷冰寒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家的冰箱只用来保鲜，不是让你拿冰东西出来吃的。任何冰水、冰镇饮料、生鱼片，甚至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水果都不准碰。喝水只喝温水，温度要跟你体温差不多。你要用温热的阳气把你那冻僵的丑土脾胃一点一滴的暖回来。第二，7日健脾饮食法，连续7天，你的早餐不准吃面包，不准喝牛奶，因为那些会生湿气。去菜市场买小米和山药，山药是白色的，入肺又能健脾，小米是黄色的，直接补你的脾土。每天早上喝一碗温热的山药小米粥，吃7天，把你千疮百孔的胃黏膜修复起来。吃饭的时候，一口饭嚼30下再吞，你是在帮你的胃减轻负担，听懂了吗？第三，情绪控管木约曲直的泄压法。前面说过，你最大的病根是肝木过旺，木克土，你脾气一上来胃就痛，你要怎么化解这股杀气？中医讲木约曲直，木的特性是能屈能伸，你这个商祚木太硬了，你必须学会把这股压力转移出去。怎么转移？清净草木。这就是你们1973年属牛人专属的磁场调和法。每到周末，或者你觉得最近压力大到快爆炸的时候，不要关在家里看电视，不要去人挤人的百货公司，你去爬山，你去公园，甚至你就在你家透天起的院子里，神明厅的阳台上去种几盆花草盆栽。当你光着脚踩在泥土上，当你伸手去修剪那些植物的枝叶时，你体内那股过剩的具有攻击性的肝木之气就会透过你的手脚，顺着大地的磁场被释放出去。这叫同气相求，让大自然真正的草木去安抚你命理中的商祚木。当你的心静下来了，肝气平顺了，它就不会去攻击你的脾胃。你的脾胃一强大，能吃能睡能拉，你的气血一通，那些什么三高什么失眠自然就不药而愈。这才是真正治本的王道。诸位乡亲，你前半生用命去换钱，现在你53岁了，别再用钱去换命了。你的身体才是你这辈子最值钱的风水宝地。当你把脾胃调养好了，气色红润了，你的财库自然就稳固了。但是我们华人，特别是我们台湾的长辈，心里最牵挂的永远不只是自己。你有钱了，也健康了，那你家里的另一半呢？你的小孩呢？很多50几岁的人事业成功了，家里却像冰窖一样，小孩不理他，夫妻天天吵架，这叫什么成功？你1973年属牛的晚年大运，除了钱和健康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传承与家和。易经的核心精神是什么？是生生不息，是家和万事兴。你们这些1973年出生的水牛，我太了解你们了。你们在外面打点了一辈子，吃苦当吃补，为的是什么？还不就是为了家里那张餐桌上
一家人能吃顿安稳饭，还不就是为了100年之后子孙能指着你的牌位说阮阿公阿嬷当年很厉害，给我们留下了好家风。可是你们看看现在很多50几岁的人，钱赚到了，别墅也买了，结果呢，除夕夜吃团圆饭，儿子在滑手机，女儿推说要跟朋友去跨年不回来，夫妻2个人坐在大眼瞪小眼，家里冷得像冰窖一样，这叫什么大运？这叫晚景凄凉。你53岁了，是天命之年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外面的江山再大，也大不过你家神明厅前的那一炷香。你前半生为了赚钱，脾气可能很冲，或者常常把工作上的压力带回家，你是一头牛，有时候脾气固执起来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，对不对？你在外面当老板当主管，回家还摆那个架子，动不动就对另一半颐指气使，对小孩子嫌东嫌西。我告诉你，从53岁开始，把你的牛脾气给我收起来。你的桑遮木已经长成大树了，大树是用来替家人遮风避雨的，不是用来拿树枝抽打家人的。你命盘里那个丑土金库已经打开，财气要进来，你家里的磁场就必须要是暖的，是和的。如果家里天天吵架，那是充满了煞气。财神爷走到你家门口，感觉到这股煞气，转头就去别人去了。那要怎么把家里的磁场调和到最旺？怎么让你的财气和福气真正庇荫到子孙身上？教你们最后一招，专属于1973年水牛命的居家风水秘诀：坎水生木，开枝散叶大增。拿起你们的罗盘，或者现在年轻人手机里都有指南针，去找到你们家透天口或者是客厅里的正北方。在八卦里面，正北方属于坎卦，坎卦五行属什么？属水。而你的本命是什么？是桑遮木，水能生木，坎卦的正北方就是你这棵大树的源头活水。很多乡亲家里的正北方可能堆满了杂物，或者是几百年没清的旧报纸、烂鞋子。你把你的活水资源给堵死了，弄脏了，你家里的气怎么通？你的子孙怎么会发展得好？今天看完这支影片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把你们家正北方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然后在这个正北方的方位，你要布置一个冻水。什么叫冻水？不是叫你摆一潭死水在那边发臭，你可以去买一个小型的流水盆，那种水会一直循环流动的，或者是一个小鱼缸，里面养几条生命力旺盛的小鱼。如果你家是有神明厅的透天丑，而神明厅刚好在北方或有朝北的窗，那更好。在神明厅的龙边，也就是左边安一个小水井，这个活水一动起来，妙不可言啊。第一，水生木，这股水气会源源不断的滋养你命格里的桑遮木，让你在53岁之后的事业和财运像活水一样川流不息，再也不会遇到前半生那种卡住窒息的感觉。第二，水气吹动生机，木代表生发，代表生命力。你家里的木气被水吹旺了，整个房子的磁场就会变得生机盎然。年轻人一踏进这个家门，就会觉得神清气爽，心情平静，他们自然就喜欢回家，自然就愿意跟你亲近。这就是风水里的和气生财。更重要的是，对于很多1973年的乡亲来说，53岁之后，你们最渴望的是什么？是天孙之喜。你家里的木气旺盛，生机勃勃，你的子女在这个磁场的庇佑下，事业会顺利，感情也会开花。结果水也代表着繁衍与孕育，坎水生福本命木，这在义理上就是最强大的催丁之举。不出几年，你就会看到你的儿子娶媳妇，女儿找个好归宿，然后抱着白白胖胖的孙子孙女回来，叫你阿公阿嬷。你可以含饴弄孙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坐在透天阔的客厅里，享受天伦之乐。这才是老天爷在53岁这个大关真正要赐给你的泼天富贵。这份福报是任何存折上的数字都买不到的。诸位乡亲，命运的画卷已经为你展开。1973年的水牛，你们辛苦了半辈子，受了半辈子的委屈，现在53岁的钟声已经敲响，金库的大门为你敞开，贵人在向你招手，子孙的福报正在路上。不要再抱怨过去，不要再怀疑自己，把你的心胸打开，把你的善念传递出去。记住，远离虚妄，脚踏实地，养好脾胃，调和家风。